人类有史以来，所有伟大的作品没有一个是创造出来的，而是内心流淌出来的。所谓内心的流淌，就是某一刻我们内心忽然流入了一股能量，这时心田就像花儿一样绽放，从卷缩到舒展，然后这股能量开始自由地流淌，这就是心流的状态。三维世界的局限是时间，但是时间有一个漏洞，那就是当下。唯有当下时不受时间控制，不在时间里面，而是时间的间隙。爱因斯坦说，时间并不存在，只有当下，只有当下，我和世界鲜活地在一起。在时间的缝隙之中，有一股能量在我们内心深处流淌。如果我们能真正处于当下的状态，就能从时间的监狱中越狱。唯有在这个状态里，我和世界是合一的，出离俗世，遇见奇迹，这往往是修行者才能抵达的状态。佛家强调空，叫空生妙有；道家强调无，叫无中生有。修行人修的就是这种空无的境界，也就是禅宗一直强调的空性。修行到一定境界的人，就可以随时把自己放空。这时人体就像一个超导体，电阻几乎为零，进入心流状态，高维能量就流淌进来了。这时的人根本不需要创作，只需要尽情流淌，伟大的作品就被挥洒出来了。就仿佛有某个神秘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做事，这种做事的状态也叫如有神助。所有的神来之笔，所有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，都是我们摆脱了对目标的控制之后，沉浸在心流中创造出来的。古希腊哲人称这种状态为狂喜，一种妙不可言的巅峰状态，内在感受到极大的充盈。心理学家把人类分为我和超我。人类有史以来，那些伟大的发明没有一个是我创造的，都是超我创造的。超我就是自由流淌的那个我。正如毕加索认为他的作品并非是他画出来的，而是他在创作过程中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力量在托举着他创作。这种状态就好像佛家讲的无我，那个我好像消失了，想法也消失了，目标也消失了，一切只有当下了，甚至连当下的心念都没有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说的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当下心不可得。这时整个人说话做事如同行云流水一般，没有任何阻隔和间隙。如果我们能学会用这种流淌的方式去表达，去创造，去感受，人生每一刻都是享受。没有什么心理状态能够和心流相提并论。所谓心流，是指当你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时，你所呈现出的精力充沛、高度专注的状态。心流可以让我们达到自己的巅峰状态，效率提升数倍，并且可以有效地提升自己的幸福感。心流这个词儿其实是个舶来品，英文里叫 flow， 你可别因为这词儿你就觉得它遥不可及了。我们佛教、道教早就有这种类似的概念了。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短暂地体验过心流的神奇。我们享用美食的时候，
与知己畅饮的时候，欣赏美景的时候，创业成功的时候，心心相印的时候，被深深理解的时候，其实都在接近这种心流状态。尤其是遇到灵魂伴侣的那一刻，你的灵魂会本能一颤，跟相爱的在一起，时间都会停止。这就是超越三维时空的表现。这里有一个诀窍，那就是做事的时候不要让注意力被三维世界所限制，可以摆脱空间和时间的刻度，不要一味锁定目标，不要去解释和描述，不要关注外界评论，而是去感知，去体验，随着心走，那种能量就会呼之欲出，随后喷涌出来。心流是一种极度专注、忘我的状态，仿佛时间都停止流动，有一种飘起来的错觉。这种状态感觉不到疲惫、饥饿，甚至疼痛，做事的效率要高出平时好几倍。那怎么才能进入心流的状态？前提是放弃努力，无论是努力还是心灵，都是一种状态，而这两种状态不可能同时拥有。一个沉浸在心流状态的人，如果多用一点力，发现自己处于心灵，那马上就会脱离出来。就像一个在梦中的人，是不可能知道自己在做梦的。当他知道了自己在做梦，那马上就会醒过来。放下努力不是为了躺平，而是为了获取心流的力量。有很多人为了掌握这项神奇的能力，花了很多钱，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心流，但大多都收效甚微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摆脱努力的状态。努力是一种处于对抗的状态，是逆风而行，必然事倍功半。这种过度的用力，完成一件事后会有一种无力感或是疲惫感，而心流是一种沉浸的状态，是顺势而为，仿佛被一股洪流带着的感觉。完成某件事后，不但不会感觉到累，反而有一种充满能量、非常满足的感觉。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。努力是盯着结果，心流是沉浸当下。即使你已经进入心流的状态，一旦你把注意力放到目标上，也会马上从心流的状态中跳脱出来。因此，两者之间就像水与火，不可能融入到一起。想掌握心流，就必须要放下努力的状态。心流的作用原理就像放大镜聚焦太阳的光线，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到一个点，并静止不动，很快就会有神奇的效果。如果太阳的能量不够集中，或者不断地移动光线，那么能量就会很弱。发自内心的热爱是太阳的能量，意志的专注是放大镜聚焦出来的那一道光线，就是心流。心流状态的1个小时要比努力状态的8个小时更宝贵。我们把那种能够进入心流状态的人称之为天才。那些长期主义者最后成功的人，大多都是热爱和专注，而不是努力。只不过在外人眼里误以为他们是靠着意志。因此有很多人想通过努力来效仿别人的心流，但只是照猫画虎，空有其表，败絮其中。那些每天可以工作10几个小时，不需要休息也不会疲惫的人，
都是因为掌握了心流的方法。一个不喜欢工作的人，无论他多么努力也学不来那种不知疲惫，更学不来极高的效率。如果你仅凭努力硬着头皮去学，结果一定会让你崩溃。那些只劝你努力却不和你讲心流的人，就相当于让你放着飞机大炮不用，拿着水果刀上阵杀敌。当然，努力可以解决你的生存问题，但也只能解决生存问题。如果你奉行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的理论，那就会有吃不完的苦。努力只是一堆廉价的废铜烂铁，而心流是被灰尘掩盖的宝藏。这两样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获得。废铜烂铁之所以廉价，是因为你只要弯腰就能捡到，可是宝藏需要你静下心来聆听内心最深处的声音，根据这个声音的指引，一步一步地去探索。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，才能摆脱努力的陷阱，从这种无力感中挣脱出来。只有你寻到自己的宝藏，才能爆发你的小宇宙，获得本就应该属于你的那份成就。此外，进入心流状态还需要有2个前提。01，你身心深处潜藏一份美好，也就是你身上要有一个开关。02，遇到一个类似的美好的激发，也就是能遇到一个打开你开关的力量，这叫里应外合。当你的开关被外在力量看懂并打开，你内心的美好会被彻底激发出来，灵魂瞬间被触动，很快就会同频共振，出现共鸣。这一刻你的身心都会被激发，此时你一定会有强烈的反应，比如热泪盈眶，身体就像过电一样，就像有泉水涌出来一样。此时你会十分坚定地确认，就是它了。那一刻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尽管这种能量是流淌的，是至柔的，但是上善若水，至柔可感化至刚。此时一切坚硬的东西都被击穿，它让你刻骨铭心，甚至终身难忘。我们为什么很少进入心流状态？因为现在人普遍太浮躁，生活就像走马观花一般，大家熟视无睹地擦肩而过，彼此不再用心观察。想想当下人们的状态，我们的人生只剩下一个又一个的目标，以及目标拆解出来后的一个又一个的动作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又一个机械的行为。我们的感知能力在退化，对身边美好的东西越来越无感，于是我们内心深处仅存的那份美好也很难被发现。如何打开您的心流模式？临在当下。所谓幸福感，其实就是内心的一种动态的井然有序，精神上非常低，所有的念头都相互支持，步调一致。这就像一条充满能量的河流，徐徐流淌，充实而动感。而要获得幸福感，就需要构建出与内心混乱无序的精神上状况相反的另一种心理状态，也就是心流。在心流的体验中，我们可以掌控自我的意识，重塑内心的秩序，全心全意地投入一件事情，甚至进入忘我的境界。而这时候
幸福感恰恰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副产品，并非只有著名艺术家、作家或运动员才会进入心流状态，人人都能做到。我们都可以学会带着快乐的心情，怀着激情和存在感去更好的工作，但具体应该怎么做，这是一门简单的学问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为了真正进入心流，我们必须训练自己摆脱每天包围我们身边的干扰因素。如果我们过度科技化，便无法进入心流状态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断开连接。这当然有难度，但通过以下5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目标。1. 找出对抗点。心流不会凭空出现，我们必须主动寻求这种状态，这时便会出现对抗点。你必须经过努力才能进入心流状态，必须对抗阻止我们进入心流状态的混乱和干扰因素，包括电子邮件、短信、Facebook、Twitter、电话等。有太多因素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让我们避开对抗点。不要以工作繁忙为理由，如电子邮件、短信、处理所有文件等，要处理重要的事情，安排出回复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时间，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，安排你的心流时间。2. 抛开电子设备，放松身心。如果你能关掉插电设备，对抗的过程就会变得容易许多。而心流的一个关键先导因素是从紧张与压力中解脱出来，断开与科技和各种设备的连接，真正让自己放松下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会改变大脑的运行方式，改变神经化学状态，改变思维方式。只有这时候，我们才能进入心流状态。所以，要从电子设备中将自己解放出来，远离干扰，转移注意力和精力，让自己进入心流状态。3. 活在当下。只有当你活在当下的时候，才能进入心流状态。事实上，这也是心流的本质，完全沉浸在眼下。如果你在担心过去或计划未来，便很难进入心流状态。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，今天我想实现这个目标，和排除干扰，来提高自己进入心流状态的可能性。关上门，关闭电话和会叮当作响的所有应答设备，告诉人们不要来打扰你。如果内心产生一种令人焦虑或紧张的想法，把它写下来，然后放在一边待以后再处理，最大程度地减少干扰，让自己专注于现在，保持心流状态。4. 接受恢复正常状态时的惊惶感。心流会令人筋疲力尽，在心流状态中，我们的大脑会变得疯狂，身体中产生的神经化学物质将创造出高度专注、富有创造力、异常心快的状态。而这些神经化学物质减少之后，别指望会感觉良好。睡眠、阳光和营养非常重要，所以退出心流状态之后，到阳光下去散散步，然后好好休息一下。不要因为心流状态的结束而感到惋惜，要享受复原的过程。你的大脑需要休息，放松心情，恢复精力。
否则以后将很难重新回到心流状态。5. 随时随地进入心流状态。事实证明，我们进入心流状态的次数越多，就越容易进入其中。心流就像肌肉或习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进入心流状态更容易。训练大脑进入和停留在心流状态的次数越多，进入心流状态也就越容易。所以，如果你希望在工作中有更多心流状态，可以在周末多拿出时间进入心流状态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如园艺、烹饪、跳舞等。心流体验较强的人能够关闭其他资讯的管道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接收对其实现目标有帮助的信息上，只关注于当下这一刻有关的事物上。这时候，他们可以把不相关的资讯抛在一旁，集中注意力反而变得更轻松。这就像你一直在玩手机，刷个短视频 Facebook、Twitter， 专注力涣散，这时候看似在放松，其实因为大脑要处理的信息混乱繁杂，精神却高度紧张，脑力负担反而加重了。自得其乐的人不会把孤独或者困苦看作是天大的不幸，相反，他们会设法整顿自己的注意力，将其投注于自己设定的目标之上，这样他就能实现自己内心真正渴求的愿景，并能够从中获得技能，获得乐趣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小确幸。要拥有幸福的能力，就需要懂得管理自己的心智能量，通过心流让自己培养出一种自得其乐的性格，有意识地管理内心的秩序，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，提升生活中的幸福感。而反过来，你的心流体验越多，你也就越能够形成这种自得其乐的性格。如何创造心流？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，只要满足以下3个条件，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产生心流体验。1. 目标明确。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，这就可以让我们把杂乱无章的心理能量集中起来，去解决一个问题，往一个方向去使用。我们需要学会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，而不是只去看这件事情的外在要求。我们也需要去衡量自己定的目标是否是实际可执行的，并且把目标融入到行动的过程当中，这样就更容易让我们全身心投入。2. 及时反馈。在心流体验的过程中，反馈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否在接近目标，随时掌控任务进行的状态，随时进行调整，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焦虑感。3. 目标的难度要和自己的能力相匹配，这是心流产生的最关键因素。心流活动是能力与挑战的平衡，这里说的平衡，不是说我们的能力和难度完全一致，而是要设定中等难度的目标。如果任务太难，我们会觉得没有办法完成，就会抗拒，会拖延，会过多地消磨意志力。如果任务太简单，我们就会觉得没什么意思，不屑于去完成，产生倦怠感。这2种情况都很难让人进入心流状态。
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任务，我们都可以从这3个条件入手来创造心流，想办法让目标更明确，反馈更及时，难度也和自己的能力相匹配。心流是人生最奢侈的状态，它高高在上，可望而不可及，但是即便它离我们的距离可以是100步，如果我们能主动向它迈进99步，它就会向你跨出那最后一步。首先，一定要找到一件你魂里梦里都想去干的事，找到一个我喜欢、我擅长、我愿意的事情，一个可以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事。我喜欢，就是毫无理由的喜欢，与生俱来的喜欢。只要做这件事，你就会情不由衷的开心。我擅长，就是你非常有信心，超过这个领域99%的人，这就是一种自信和底气。我愿意，就是即便没有人给我1分钱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做下去。我始终深信，每一个灵魂都有出处，每一个灵魂都有意图。人生的意义就是把灵魂深处的意图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，这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。人生最大的悲哀是，生命一直被裹挟地向前走，在名利和欲望中迷失自我，生命自始至终都没有体验过心流。请相信我，每个人皆有微光，那个在你生命当中反复出现的信号，那个让你有强烈身心反应的声音，那份让你热泪盈眶的细节，都在帮你接近这种状态。那就是生命重启动的一刻。道家称它为得道，佛家称它为开悟。每个人都是普罗米修斯，都是盗火者，都可以盗来上帝的火种，照亮别人。无需是伟人和英雄，也无需是企业家和艺术家，每个普通人都可以。那么有没有一种开关，可以广泛地打开每个人身上的那个开关？当然有，它就是爱。佛家叫它为慈悲，儒家叫它为仁义。最后送给大家3句话。第1句，倾听你内心的声音，专注每一个当下。第2句，做一个有趣的人，去发现其他有趣的灵魂。第3句，你是美好的，世界就是美好的。真正厉害的人都是运用心流智慧的高手。你的意念聚焦在什么地方，你的人生成就就在什么地方。注意力所在，人生成就所在。你的意念聚焦在哪里，结果就在哪里。万物皆能量，且有一定的意识水平。任何事物，当你的意念聚焦它，就是在吸引它、凝聚它、创造它。一个人在精神世界思考描画出的东西，在物质世界都会一一对应实现。意念专注的地方，就是实相发生的地方。意念能量有着非凡的感染力，只要你持续聚焦，它不断地发出独有的振动频率，吸引同频同质的意念。而当这些意念能量集合在一起，同频共振，就会形成强大的磁场合力，吸引到更多与之能量匹配的人。更加值得重视的是，
你的深层潜意识并不会直接区分好坏，它会直接接受你的一切真实指令。在生命中，你会吸引到你所注意、关心、聚焦的东西，不管是好是坏。心理学博士戴维·霍金斯在能量层级的研究过程中发现，凡是生病的人一般都用负面的意念，他们喜欢抱怨、指责、仇恨别人，不断指责别人过程当中就消减自己很大的能量。要想更多的体现人生的价值，你就必须远离消极负面的意识状态，使自己的意念尽可能地聚焦到正面的人和事物，焦点只放在你所爱的、能感受到爱的事物上。最起码，按霍金斯博士的说法，你要保持自己的能量层级在200以上，也就是你的心中要充满应对生活的勇气。当你流露出爱，感觉会像整个宇宙在为你做每一件事，给你一切喜悦的事物，给你一切美好的感觉，你就会开始真正的精神创造。一流高手提升专注力的6个极简心法。01，使命导航。使命是力量的源泉。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使命与责任有过相对深刻的思考，这便会从内心深处开发出他的潜能。这种意识会使他能够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，即使面对灾难与人生低谷，也会熬住，专心致志地前行。02，勇敢断舍离。在喧嚣尘世中，懂得取舍，保持身心定力，这是一个成事的前提。凡事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，要勇于舍弃，主动断舍离，学会为生活做减法，放下应该放下的，集中精神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。03，紧紧围绕价值。生活是自己的，凡事要从有利于自我价值提升的角度重新出发。人生就是一场选择，在不断选择中确立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也正是这一个个的选择组成了你自己的命运。就像一个筛子一样，价值原则帮你筛选出值得你坚持的东西。04，找到真正的热爱。不热爱的东西很难长久坚持下去。在生活中，要用心找到你所真正热爱的事情，这会在你心里点亮一盏长明灯。假使你现在必须做的事情不是你所喜欢的，那就请你假装爱上他，试着和他谈一场恋爱，说不定弄假成真，不知不觉间彻底喜欢上他。05，坚持长期主义。坚持的力量更多来自于对未来的热切向往与深入刻画。专注力强的人都是长期主义者，他们相信心中的蓝图，他们愿意把眼光放远，愿意为了长远的计划与目标而坚持，即使放弃眼前的利益。06，自律自觉。那些所谓的高手，头顶有光，心中有海，时刻规范自己的身心运动，使自己处于一种高度自律状态，即使在无人看见的地方，无人察觉的世界，仍然坚持自己应该坚持的东西，自然会有高度的专注力。3，真正厉害的人
都是运用心流智慧的高手。心流模式是极致专注下身心合一的高级创造状态。所谓心流，就是一个人在精神极致专注时产生的身体轻盈喜悦、意识自由流动的奇妙感觉。在这种状态中，身心合一，人事合一，人境合一，你进入一种无我忘我的真我境界，意识焕发出勃勃生机，展现出强大的精神创造力。在这样一个高级的精神聚焦状态中，也就是在一个能级很高的意识状态中，一瞬间就可以彻底颠覆一个人一生所坚持的生命价值取向、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人生目标。你会发现，真正厉害的人都是运用心流智慧的高手。写日记、读经典、练呼吸、习静坐，他们做事时全神贯注地与之融为一体，在平和喜悦的合一状态中完整释放自己的身心能量与生命智慧。敬畏意识，训练意识，使自己的意识经常性进入心流的和谐共振状态，是发挥人生精神力量的必经途径，也是普通人快速逆袭的秘密武器。意识领域人人平等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心流智慧创造自己生命的奇迹。心流即合一，合一即创造，创造即超越。当你处于心流中，宇宙都会来帮助你。祝你心想事成，有缘人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跟随心流。愿你保持专注，实现生命的极致美好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